各位朋友，大家好。永乐10年，明成祖朱棣下旨宣布重建南京天喜寺。后来到了永乐22年，这项耗资巨大的天喜寺工程终于完工。朱棣特意赐名为大报恩寺。之所以赐这个名字，按朱棣的话说，他建这个寺的目的就是为了感谢马皇后的深养的厚恩。不过奇怪的是，这个寺庙的正殿的大门却始终是紧紧地关闭着。这个关闭的大门的后面到底是供奉着谁呢？明朝是以孝治天下，天子又是万民之表率，像这种彰显孝道的行为完全是应该大书特书的。那为什么要关闭殿门，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呢？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传说，说大殿中供奉的并不是马皇后，而是朱棣的生母，是一个叫宫妃的女人。难道说朱棣并非是马皇后亲生？那正殿之中供奉的宫妃到底是什么人？有人说她是蒙古人，也有人说她是高丽人，还有人说她就是一般的汉人。她到底是谁？甚至还有人说朱棣不仅不是马皇后亲生，他也不是朱元璋的儿子。围绕着这些谜团，几百年来，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在史学界，一直是争论不休，悬而未决。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聊聊朱棣的生母之谜。朱棣的生母是谁？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不管是《明实录》还是《明史》，都清楚地写明，朱棣是马皇后亲生的第4子，是嫡4子。不过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明实录》并不是最初的《明实录》。所谓的实录是现任的皇帝为前任的皇帝编纂的一部史书，如实的记录前任皇帝执政期间发生的各种事情。所以关于洪武年，也就是朱元璋执政期间的实录，在建文帝朱允文执政以后就开始编纂，到了公元1399年，太祖实录已经是编纂完成。而靖难之变以后，朱棣取得了政权，赶走了建文帝。而靖难之变以后，朱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修改太祖实录。这一修就修了10几年，而且还不是修了1次，总共是修了3次。最后一次还是朱棣让他最信任的道衍和尚，也就是姚广孝，亲自监督修订的明太祖实录。经过这些有目的性的修改，太祖实录已经变得是面目全非。原本朱元璋最信任、最喜爱的太子朱标，变成了朱元璋讨厌的这么一个人，而朱标本人也是多有怨言。而朱元璋呢，又多次表示想要传位给4子朱棣。除了这些修改以外，朱棣有没有可能对他的生母也进行过一些修改呢？这个呢，应该说很有可能。负责修改太祖实录的官员之一，有一个叫谢晋的，他是一位大才子。除了主持修改太祖实录的第1版以外，他还编纂了一本书，叫《天皇御牒》。所谓的御牒，就是皇帝家的家谱。在《天皇御牒》的第1版中，谢晋居然写到马皇后只生了2个儿子，一个是朱棣，另外一个是周王朱肃。至于朱标、朱赏、朱枉，那都是其他的朱妃所生，连个名字都没有。这个《天皇御牒》的第1版本发布以后呢，看过的人当然是不会相信，但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朱棣看到了这个版本以后，也觉得实在是编得有点太离谱了。朱棣就把这个谢晋叫来了，说：“你编的这个御牒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你写的这些话，你自己估计都不会信吧？你这满篇的御牒，居然一句实话都没有，你至少也得有1、2句实话呀！你到底会不会撒谎？你如果不会的话，那你应该回到中学，马上写100篇命题作文，写完以后，你肯定就会撒谎了。”
我说这话呢，可能与我年龄差不多，又有相同的成长经历的朋友们肯定能够明白。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要求写命题作文，题目呢通常是什么我的父亲呐、我的母亲呐、一件好人好事啊，或者说我的老师等等等等。大部分学生呢写这种作文呢，基本上就是瞎编。随便呢找一件事，比如说扶老太太过马路啊，扶起摔倒的老爷爷呀，这类事呢，就作为自己做的一件好事。其实呢，这种事根本就没发生过。不过呢，这也没关系，老师呢也不介意，学生呢自己写的也挺开心。如果写得好的话，还能被老师当作范门，让你在课堂里朗读，还挺光荣的一件事儿。那时候呢，我还记得经常写的一个题目就是我的老师。我们班里的很多学生呢，都是这样写的，说在一天深夜，他路过老师的窗前，看到老师还在辛苦地批改作业，然后呢，就写上一番煽情的话，说老师如何如何辛苦等等。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么写还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老师呢住在1楼，所以呢，同学有可能经过老师的窗前，看到了那感人的一幕。后来我们换老师了，这老师住在5楼，可是作文我们还是这么写，还是说我们从窗台上看到老师在辛苦地批改作业。可是这是5楼啊，不过这也没有关系。我们一般呢有40多个人，可能有至少30个人晚上是挂在老师的窗台上的。所以啊，大家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情景。每天的深夜，我们全班40个人，大概有30个学生都挂在老师的窗台上，看着老师在辛苦地为我们批改作业。老师呢也确实很不容易，很年轻的老师啊，在自己的家里居然不能和自己的爱人做一些私隐的事情，因为他很担心，怕他一抬头会看到窗台上闪烁着的那30多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不过呢，老师也很自豪，因为毕业后他的这班学生都成了拯救世界的英雄，世人称他们为蝙蝠侠。不好意思，跑题了，也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其实呢，也不能完全算跑题，因为今天我们谈的内容也是有关于谎言。受到了朱棣的斥责以后，谢晋修改的《天皇御牒》的第2版就变成了马皇后生5子，除了老大朱标、老二朱赏、老三朱枉以外，4子朱棣以及5子周王朱肃都是马皇后的亲子，这与修改后的《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也就完全一致了。所以呢，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朱棣很有可能在《明太祖实录》中对他的生母是谁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改，而清人所修的《明史》又完全采用了《太祖实录》的说法，这样也就造成了《明太祖实录》以及《明史》在朱棣的生母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但百密难免一疏，在《明史后妃传》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承穆贵妃孙氏，洪武7年9月薨，帝以妃5子，命周王肃行慈母服3年，众子为庶母妻，自妃史。这段史书在前几期我们谈朱标的时候曾经引用过，说朱标不愿意为自己的庶母孙贵妃服丧，为此呢和朱元璋还发生了争执，在宫殿之中还上演了一出跑圈圈的游戏。孙贵妃5子，朱元璋很怜惜他，于是呢就让他的第5子周王朱肃为他行慈母服3年，就是要为他带3年的重孝。这应该就是所谓五服中的斩崔。所谓五服呢，是中国的礼制中对自己死去的家属的一种服丧制度。一般呢，它是按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分为5种。第一种也是最重的一种，就叫斩崔。自己的父母去世，做子女的要服斩崔，要服3年，实际呢是服25个月。除了斩崔以外，还有子崔、大功、
小弓以及丝麻。斩崔里的斩呢，指的就是不缝迹的意思，就是把麻布整片的披在身上，麻布的边缘都要露出毛边，不能有任何缝迹的痕迹，以此来表示自己失去至亲以后的哀痛。朱元璋就是让朱肃行斩崔，服孝3年。其实朱肃为孙贵妃服如此重孝，也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朱肃自小就是由孙贵妃抚养长大的，所以朱元璋这样安排应该说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在这句话中呢，提到了慈母2字。这句话中的慈母中的慈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表示慈祥的意思。在这里呢，慈母是一个特定的名词，表达的也是一个特定的意思。在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孝慈录中是这样定义慈母2字的：子为慈母，为母族复命他妾养己者。意思呢，就是说当皇子的生母逝世以后，孩子的父亲也就是皇帝指定另外一名妃子来抚养这位皇子，这位被指定的妃子就叫慈母。所以慈母所抚养的孩子，他一定是母亲早逝。而孙贵妃薨的时候，马皇后还依然健在，所以说周王朱肃的生身母亲应该早就去世了，所以才交给了孙贵妃来抚养。而孙贵妃去世的时候，马皇后依然健在，这也就说明马皇后不可能是周王朱肃的生身母亲，周王朱肃肯定是一位庶子。这基本上就可以推翻《明实录》和《明史》在这方面的记载。那么周王朱肃是庶子，与燕王朱棣又有什么关系呢？别急，咱们再看一段史料。在《明史·黄子成传》中有这样一段话，黄子成说：今欲问罪，亦先周。周王燕之母弟，薛周是简燕手足也。这段话呢，是建文帝与黄子成、齐泰他们在商量削藩之事的时候，黄子成对建文帝说的。在关于削藩应该从哪个王开始的时候，黄子成建议说应该先削周王，因为周王是燕之母弟也，就是说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那么如果周王是庶子的话，燕王与周王同母，那燕王朱棣也是庶子，他们是一个母亲生出来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有个疑问，就是明史被修改了这么多次，为什么这2段史料没有被删除呢？我想呢，关于第一段史料呢，有可能是百密一疏，因为这段史料中并没有提及朱棣如何，所以呢，可能在删改的时候错过了这一段。而第2段史料则是根本就没必要删，因为只要说明燕王与周王同母，而母亲就是马皇后的话，那这句话就完全说得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天皇御牒的第1版中说的是燕王与周王才是朱元璋的嫡子，而在第2版和明实录中则变成了马皇后生有5子，燕王朱棣和周王朱肃依然是马皇后的嫡子，2个人还是绑在了一起。因为忽略了孙贵妃是周王慈母的这段史料，最终导致了燕赵2人同为嫡子的这个逻辑架构的彻底坍塌，这恐怕也是朱棣始料未及的。在史学界，关于朱棣是嫡子还是庶子依然存在着很多争论，但燕王与周王同母这一点呢，得到了大部分史学家的认可。朱棣对他的这位同母弟的偏爱也是随处可见。靖难之变中，朱肃是被建文帝投入了大牢，朱棣攻入南京后，就把他这个弟弟从牢中释放了出来。当时朱肃是抱着朱棣说：幸亏大兄来搭救我。朱棣取得政权后，很多的藩王的食邑数都被大幅度的削减，而唯独周王朱肃的食邑增加了5000户。这肯定不会是因为朱肃在靖难之变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立了什么功劳。他当时在大牢里其实什么也没干，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赏赐，
原因肯定就是因为他与朱棣的血缘关系。后来永乐年间呢，还有人告发朱肃谋反，朱棣也并没有处罚他，只是申斥了一番而已。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燕王朱棣与周王朱肃的生身母亲到底是谁？这方面呢，在正史上肯定是没有记载，所以只能从野史甚至是民间传说中，我们寻找一些痕迹。因为关于朱棣的生母这方面的野史或者民间传说很多，但是呢，结论都是大不一样。但是呢，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些记录中找出一些共同的东西，来更为合理的推断一下朱棣的生母到底是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游戏，就是呢，几个人站在一排，由第一个人在有强力干扰的情况下告诉第二个人几句话，然后第二个人再告诉第三个人。当然了，因为听不全，所以呢肯定会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这样依次往下传，到最后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这句话的意思，可能与原来这句话的本意已经是大相径庭，但是会有几个词并没有改变，和原话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试着用这种方法，通过这些野史记载推测一下朱棣的生母之谜。第一种说法呢，是说朱棣的生母是一个高丽人，是当时高丽的国王进献给朱元璋的，在宫中被称为宫妃。生朱棣的时候，因为早产，朱元璋呢就认为这是宫妃与他人通奸。朱元璋很生气，说我叫朱重八，但不是朱王八。一气之下，就对这位宫妃施行了铁裙之刑，残忍地将其杀死。生下的这个儿子，朱元璋呢还挺喜欢，就留了下来，就是后来的朱棣。这种说法呢有很多致命的漏洞。第一，朱棣是出生于公元1360年，那个时候朱元璋并没有建立大明朝，大明朝是在公元1368年建立的。1360年的时候，朱元璋甚至还不是吴王呢，他不过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师团级干部。高丽国那时候还是元朝的附庸国，他又怎么可能向元朝的反贼朱元璋进贡呢？高丽国后来确实向明朝进贡了很多女子，但那也是在李成桂建立了李氏朝鲜以后，彻底抛弃了元朝而附庸于明朝的时候才开始的。第二，如果这位共妃在当时就被处死了，那么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肃又是谁生的呢？周王朱肃比朱棣小1岁，所以两个人肯定不是双胞胎。这个故事当然是荒诞不经，但是我们可以从中记住一个关键词：早产儿。第二种说法呢，是出自于一本史书，不过不是咱们汉族的史书，而是蒙古人编写的史书，叫《蒙古源流》。在这部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说元顺帝在上京陷落之前，匆忙地逃回了草原。因为走得匆忙，所以呢，他有一个妃子叫弘基拉氏，并没有带走。这时候的弘基拉氏已经怀孕7个月了。朱元璋进入上京以后，看到了这个弘基拉氏，当时是惊为天人，觉得这个女人很好看，而且还买1送1。当时朱元璋就跟下面的大臣说大汗指的是元顺帝，待我不薄，他的儿子就可以做我的儿子，我要把这个孩子养大，你们谁也不能反对，谁反对我抽谁。弘基拉氏生下的儿子就是朱棣，后来他还为朱元璋生下了另外一个儿子。这段出自于蒙古史书的记载呢，也是漏洞百出。首先第一点和前一个一样，也是时间上不对。大将军徐达攻陷上京的时候是在公元1368年，朱棣是出生在1360年，这时候朱棣已经是8岁了，怎么可能是这个元顺帝的妃子所生呢？
而且蒙古史书中之所以这样记载，大家想一想也可以理解。其实这不过就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大概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说你大明朝把我们蒙古人轰回了草原，但你朱元璋和建文帝以后的皇帝还是我们元朝元顺帝的子孙，所以我们还是最后的胜利者。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洪基拉氏的洪妃。另外还有一段类似的记载，说的朱棣的生母也是一位元顺帝的妃子，也是蒙古人，她叫翁妃，又叫瓮妃，也是朱元璋在攻陷上京以后，在皇宫中发现了藏于一只瓮中的这位元顺帝的妃子。朱元璋见到以后，马上下旨说：“来人呐，速传司马光过来砸缸。”说话间，司马光捧着一块大石头飘然而至，二话不说，一下子就砸开了缸，然后又捧着大石头悄然而返。他还一点不嫌沉，这毕竟是吃饭的家伙。就这样，朱元璋救下了这位蒙古女子。2个月以后，这个被称为翁妃的蒙古女子诞下了一个男婴，当然肯定不是朱元璋的孩子，但朱元璋看到这个孩子非常的喜欢，觉得这个孩子鼻直口阔，长得非常的威武，满脸的络腮胡子还是7根朝上8根朝下，虽然说长得有点着急，但确实是有帝王之相，所以朱元璋就把这个孩子收为了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朱棣。自然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荒谬，不过从中我们或许可以记住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翁妃。另外呢，还有第4种说法，这种说法是出自于民国王翦的《葫芦杂坠》，他是这么说的，说朱棣的生母是元顺帝宫中的一名工人，叫翁吉拉氏。朱元璋占领皇宫以后，就宠幸了这名翁姓工人。后来，翁姓工人怀孕，生下了朱棣，不过是一个早产儿。按照明朝当时皇宫中的规矩，如果工人进宫以后不足7月就怀孕生子的话，那将会被视为不洁而被处死。当时马皇后非常的仁慈，不想看这母子2人遭难，所以呢，就将这个早产儿收为了自己的养子。这样翁氏的孩子就成了马皇后的儿子。这位翁氏后来继续被朱元璋宠幸，又生了另外一个儿子，有可能就是周王朱肃。翁氏临死之前还让人为他画了一张画像，托人又交给了燕王朱棣，告诉他这才是他的生母。后来朱棣知道了自己身世以后，是愤而起兵，发动了靖难之变。当然了，后面那部分明显是在瞎扯，但这个故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朱棣是马皇后的养子。朱棣是嫡子，但庶出。相同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有，在唐朝唐玄宗时期，唐玄宗的第1任皇后王皇后就没有儿子，后来王皇后就收养了一个妃嫔的儿子，叫李弘的。李弘后来被立为太子，如果不是后来武则天异军突起的话，那么最后继承唐玄宗皇帝大位的，有可能就是这个养子。所以说，养子也能够享有嫡子才能具有的优势，这或许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燕王朱棣的身份地位明显的高于其他的庶子，特别是高于周王朱肃，因为他是庶出的嫡子。最后我们还要提一下那本《南京太常寺志》。在太子朱标那一集中，我们曾经提到了那本书，说那本书中提到的李淑妃生下了太子朱标以及秦王晋王，完全是不符合历史的。所以说这本书有不实之处。这本书中也提到了一位宫妃，而且特别提到宫妃的排位排在了西边，而且是独西列，没有任何的妃嫔与她并列。
那么宫妃又是何德何能，能够享受这样显要的位置，甚至使得其他的妃嫔都不能与之并列呢？所谓母以子贵，所以宫妃很可能就是明成祖朱棣的生身之母。在这里呢，我还想强调一下，在永乐年间以及后面的仁宣之治期间，孝陵里妃嫔的排位肯定不会是这样排放的，因为这样摆放的话，就等于是朱棣自己在打自己的脸，一面说自己是马皇后的亲子，一面又把自己生母的牌位摆放在这样一个显要的无法解释的位置，这肯定不会是朱棣的初衷。那么从什么时候起，牌位变得是这样摆放呢？不管是南京太常寺志还是其他的一些野史书，提到牌位这样摆放的时候，都是在嘉靖皇帝以后。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嘉靖皇帝本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庶子，他的前任皇帝正德皇帝无子，所以才把他拉来当了皇帝。所以他可能并不认为朱棣是庶出这一点会有多么大的影响。而且嘉靖朝距离永历朝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在永历朝前非常重要的事情，到了嘉靖朝的时候已经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第二点，在嘉靖年间，南京的孝陵曾经失火，失火以后，太庙就从南京迁到了北京，那自然各个妃嫔的牌位就有可能会重新摆放。也许在这个时候，宫妃的牌位才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好的，综合以上这些故事中我们提炼出来的那些关键词，比如说早产儿、红吉拉氏、翁吉拉氏、翁氏、宫妃、马皇后的养子，我们把这些信息都综合起来，再加上一点联想，或许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朱棣的生身之母是这样的。在公元1355到1360年之间，已经打下了吉庆的朱元璋，这时候身边的女人开始多了起来。这时候有一个女子出现在他的身边，这个女子有可能是蒙古人，有可能是高丽人，也有可能是汉人。当然了，她肯定不会是高丽国的贡女，也肯定不会是元顺帝的女人。吉庆那时候是个大城市，所以里面住着一些高丽人、蒙古人都不足为奇。这个女人被朱元璋宠幸以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燕王朱棣。但朱棣是一个早产儿，马皇后仁慈不想看到这母女受难，就将朱棣收为了自己的养子。这个女人后来又生了周王朱肃，再以后这个女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她在宫中应该是被称为宫妃。前面我们提到的红吉拉氏红妃，或者是翁吉拉氏翁氏，其实都是宫这个字的变音，宫、红、翁，听起来非常的近似。宫妃是真实存在的，她就是朱棣的生母，也是在大报恩寺紧闭的正殿大门的里面被供奉的一个女人。当然了，这些呢只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关于朱棣的生母之谜，至今还是史学界的一桩疑案。有很多人认为朱棣就是嫡子，如果他不是嫡子的话，那么在靖难之变中，建文帝也好，方孝孺也好，这些人为什么不拿他是庶子的这件事情来攻击他呢？按说这应该是一个最有力的武器。我觉得这应该也不难解释。既然朱棣登基以后能够大幅度的修改《明实录》，那么他为什么不能修改在靖难之变中对他不利的那些言论呢？也许建文帝曾经写过，也许方孝孺曾经说过，但都被朱棣删掉了。大报恩寺正殿紧闭的大门里面的那个人，如果他真的就是供妃，如果他真的就是朱棣的生母，那么最终他也没有得到他亲生儿子的祭奠，因为大报恩寺建成于永乐22年，而这一年朱棣都在北征蒙古的路上，在这一年的7月病逝于
于木川。最终，他也没有能够在他不惜重金建造的大恩寺中去祭奠他的亲生母亲。朱棣的一生费尽心力，就是为了想证明自己是个天命的皇帝，是最好的皇帝。有些人认为他已经做到了，但是有一点他永远无法证明，永远无法昭告天下，他是共妃的亲生儿子，共妃是他的生身母亲。亲生的儿子与伟大的皇帝，这二者之间孰重孰轻？或许这是朱棣在临死之前也非常想搞清楚的一件事情。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弗兰克贾为您讲述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